Hello，大家好，我是竹慧。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播客。这一期播客的主题啊，是一位超级可爱也非常热情的听众朋友推荐给我的。我一看，哇，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而且特别实在，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这期的主题叫在越南学习中文的职业前景。是巨大的机会，还是艰难的生存战？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过去的10年里，咱们越南学习中文的浪潮真的是越来越热烈了。从街上到处都是的外语培训中心，到最好大学的中文系，那个录取的分数线简直是一年比一年高啊！面对这么火爆的情况，很多人在网上讨论找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问一个大问题：在越南学中文的人找一份跟中文有关的工作，真的有那么容易吗？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回答，那就是既非常容易，但也非常困难。为什么会这么矛盾呢？其实呀，这种相反的情况来自于咱们现在找工作市场的明显分化。中文确实正在为我们打开一扇巨大的机会之门，带来让人心动的收入。但这扇门的背后，却是一个竞争激烈到让人冒汗的地方。在那个战场里，如果你仅仅只会说一门外语，那是永远不够的。为了把这件事儿聊透，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好好扒一扒，学中文到底有哪些让人眼红的优势，又有哪些会让人头疼的现实困难呢？首先，咱们不得不承认，只要你的中文能达到流利沟通的水平，甚至拿到了高级别的中文能力证明，在越南找工作绝对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优势。这些优势可不是凭空来的，背后是有着非常稳固的国家大经济基础在撑腰呢。第一，巨大的外国投资和工厂的搬迁。你看啊，现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可是咱们越南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很多大型的科技集团，还有那些做绿色能源的、做衣服的、做电子产品的工厂，都在全国各地的工业区里不断地扩大规模。这种飞速的发展，导致了各个工作层次都超级缺懂中文的人。从车间里的现场翻译，办公室里的行政人员，一直到高级经理，全都在招人。二，职业道路的多样化。以前大家总觉得学外语毕业后，要么当老师，要么就是当翻译。但今天可不一样了，中文已经悄悄地进入了经济的每一个角落。比如说进出口行业，从找货源买东西到管理仓库，哪个环节离得开中文呀？再比如现在特别火的各大网络电商平台，经常需要能直接跟国际卖家对接的人员，或者去做跨国带货的直播主播。另外，旅游和服务业也是一个超级好的发展方向。毕竟咱们有那么多说中文的客户群体呢。三，远高于一般水平的工资。这也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现实。一个普通的办公室文员或者会计，如果只懂越南语，每个月的工资可能就是800万到1000万越南盾左右。但是，同样的职位，如果那个人有中高级的中文水平，而且沟通得很顺畅，刚开始的工资轻轻松松就能达到1500万到2000万越南盾。如果在工业区的话，甚至还会更高。这时候你会发现，
中文简直就是一个让你的工资翻倍往上涨的神奇工具啊！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竹慧，那找工作到底容易不容易呀？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必须把市场切成两半来看，非常容易的一半。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份工作来赚钱养活自己，那么找工作真的是极其容易。那些经济发展快、工厂多的省份，真的是常年喊着缺人。只要你有中高级的中文水平，能听、能说、能看懂汉字，还能打字，你马上就可以去当助理，去当专门帮公司买东西的采购员，或者是去现场做翻译，工资也是相当不错的。只要你懂中文，很多工厂甚至愿意招完全没有经验的新人，从头开始，手把手地教你。非常困难的一半。但是呢，如果你想在大城市的市中心找一份每天坐在漂亮办公室里吹空调的工作，要求工资高、环境好，以后升职的路线还特别清楚，那可就非常困难了。为什么难呢？因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大家都盯着这些舒服的职位呢。在这种地方，老板可不会因为你懂一点中文就马上抢着要你，他们会开始挑剔，会去检查你有没有其他的硬技能，也就是你其他的专业工作能力。如果只看表面的话，哇，感觉学中文的未来简直全是美好的画面。可是，当你真正踏入找工作的市场时，现实可能会给你重重的一击哦。一，语言只是工具的残酷看法。这可能是学语言的学生觉得最扎心的一点。在现代社会，你能流利地说中文，老板只会觉得这是你应该具备的，而不是有了这个就万事大吉了。现在的公司啊，更喜欢招一个懂中文的优秀销售员，一个老练的会计，或者是一个懂技术的电脑工程师，而不是招一个只会说中文，然后再花时间重新教他专业知识的人。如果没有其他的专业能力，你的升职之路可能就会变得迷雾重重啦。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激烈竞争。懂中文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你不仅要跟国内那成千上万的语言专业学生比拼，还要面对一群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归派。就像前几天我跟大家分享过的，最近我在一所专门教外语的大学里读第2个学位。你们猜怎么着？每次上课的第1节课，几乎都有同学举手问老师：“老师，您去国外留学过吗？”到目前为止，我听到的回答永远都是去过。有的人去中国大陆留学，有的人去台湾留学，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拥有留学生背景，也就是在国外的语言环境里真正生活过，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标准。这对于咱们这些只在国内学习的人来说，真的是一种看不见却又特别巨大的压力。更别说还有那些去国外打工回来的人，或者在家自学中文的高手，他们也都在抢走一部分的工作机会呢。3. 最先进人工智能的威胁。咱们还必须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现在那些最先进的智能聊天机器人和翻译软件，真的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对于普通的文章翻译、简单的邮件回复或者一般的商务聊天，
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在几秒钟之内把活儿干完，直接代替人类。如果你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只停留在那种初中级只会简单聊几句的水平，那你绝对是最容易被科技淘汰，也就是失去工作的那一群人。4. 企业文化与加班的压力。这一点在精神上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很多外资企业会把他们特有的管理风格带到越南来，工作压力大，节奏快，甚至还有那种被大家叫做996的加班文化。意思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个星期还得干满6天。有时候管理方式也比较死板。怎么去适应越南的本地生活方式和外国老板那种高速的工作节奏呢？这绝对是一个让很多年轻人感到水土不服，甚至试用了几个月后就吓得赶紧辞职的巨大挑战。面对机会与挑战，学中文的人需要为自己做一个聪明的计划。黄金公式：中文加你的专业技能。千万别让自己只当一本会说话的字典呀。去考个第2学位，或者去报一个进出口、市场营销、财务会计的短期培训班吧。试想一下，一个能直接用中文跟海外工厂的老板讨价还价的采购员，永远是所有公司都抢着要的香饽饽。成为连接两边文化的桥梁。电脑虽然能1秒钟翻译出一句话，但它懂什么是中国人的面子艺术吗？它不懂呀。懂得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做人，这就是你保护自己不被电脑代替的最强保护伞。不断往更高水平冲刺。千万不要学到一半，觉得差不多就停下来了。你要不断去提高自己的中文能力，去学习那种非常专业的商业中文、技术中文或者法律中文，去处理那些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大合同。当你走到那种高级别的工作岗位时，你身边就没有多少人能跟你竞争啦。在结束今天的播客之前，我想从我个人的角度再分享一点。第一，当我们开始学习一样东西，特别是语言时，我个人认为必须有热爱，才能长久的学习和坚持下去。语言不仅是赚钱的工具，它还是文化和历史。如果没有热情，当你每天必须把成千上万个难记的汉字放进脑子里时，你很容易感到无聊并中途放弃。第二，中文现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果按全世界的总使用人数来算，中文目前排在第2，只在英文后面。因此，除了找工作，学中文完全可以作为在许多地区代替英文的第2语言。就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样，我本来的英文真的是很差，所以前段时间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进商店买东西，我都直接用中文跟那边的店员沟通。没想到一切都特别顺利，大家买卖聊得可开心了。现在在亚洲，似乎只要懂中文，走到哪儿，咱们都能活下来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我真正找到学习一门语言，也就是中文的乐趣之后，我发现自己慢慢的不再害怕英文了。我突然明白，人不管在什么年纪，只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升级自己，我们就能跳出现在的舒适区，也就是让自己觉得舒服，
不想改变的环境，去发现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性。持续的成长不仅能让我们变得更自信，还能让我们的心一直保持年轻，不被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淘汰。所以大家记住，在这个时代，不管你多少岁，开始学一门外语永远都不晚。而且除了学习外语，比如中文、英文、泰文、法文等等，大家完全可以尝试去学一个全新的技能。比如学一学怎么剪辑视频，就是用电脑或手机把视频剪切做漂亮的技能。写写短篇故事，或者去报一个个人化妆课。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永远是为了我们未来长远的人生所做的一项最聪明的投资。感谢大家今天陪我聊了这么多，听我分享。祝愿你们，不管是正在学中文的，还是准备学中文的朋友，都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热爱，然后为自己铺出一条闪闪发光的灿烂道路。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